你们家住哪儿啊？我们住的挺远的，我们住北边。哦，哎呦，那是挺辛苦的啊。你说你这是2个高考孩子的家长，行了，我走了。这来回折腾够累的了啊。拜拜。哎，拜拜。我们这学校有很多孩子呢，他们都搬到学校附近来住来了，还有很多家长呢，就是为了高考就在学校边上租的房子。你要是连高考都考不好，哪还有什么人生啊？我说的对吗？可是我真的很想去，你就让我去最后一次吧，好吗？最后一次。你记得那天我给你做时间表的时候怎么跟你说的？这一年的课外活动都得取消。要说起来，我只答应过你高2，没有说高3你还可以继续去天文馆的。而且你想想，你去趟天文馆一去一回，1上午的时间都不够啊，还没加上你这提前准备的时间呢，能做多少题呀？天文馆永远在，可高3的时间丢了，你永远补不上的。当然知道您说的意思了，我也知道这高3很重要嘛，但是，那我也不想以后回忆起高3全都是做题，这脑子里除了题别的什么都没有，那样高3有什么意思？一点意义都没有。怎么没有意义啊？还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呢，还要坚持努力，这样的优秀品质，这不都是高31年修炼出来的？哪是意义啊？那是无聊。那怎么成无聊了？按你这么说，妈妈是不是也是无聊啊？英子，你是不是觉得妈妈管你太严了，啊，要求太高了？你是不是觉得妈妈完全是在跟你作对呀？哎，英子，你是我女儿，你是我最重要的人，咱们俩的人生理想应该是一样的呀。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要为了去国家航天局而努力，对不对？哎呀，大清早的没这时间了，你赶快收拾一下，啊，把早饭吃了，还得早课呢，快点，别早课，到时候迟到了。把老爸叫出来就给你解决问题吧，说吧，什么事儿没有老爸解决不了的？我想跟您说的是，就我之前经常去那天文馆，他这周6要做中国嫦娥探月工程的专题科普讲座，我报名参选讲解员资格，为这我准备了2周，我好不容易选上了，我妈说什么都不让我去，我1哭2闹3上吊也都不管事儿。1哭2闹3上吊，在你妈那儿不管用。你早年间我都试过了。你不是星期6吗？这才星期3呀，这不还有2天呢吗？我想办法啊，我看我怎么跟你妈说。真的啊？真的。我就知道老爸你有办法，谢谢老爸。你快吃吧。好，吃吧，别噎着啊，慢点吃，慢点吃，小点口。老爸，你之前不是说你要搬过来吗？怎么没动静啊？你这说话不算数啊！谁说的呀？爸爸早就开始行动了，这是一个系列行为。你看，咱家那租户刚刚走，他不爱惜房子，咱们是不是得重新收拾收拾？你得刷个墙吧，对吧？铺个地板，咱们换点家具。你瞧瞧，你瞧瞧，爸爸已经在 APP 上现在找装修队了。你看看，这一旦决定好了，马上搬啊！那您可快来吧，不然我现在已经招架不住了，每天暴露在我妈的炮火之下。你知道方一凡他们家，方叔叔就每天给方一凡当子弹。我也想要个人肉沙包。爸爸回来了，就是你的人肉沙包。以后这儿就是咱爷俩的避难所。那小孟阿姨怎么办？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吧？小孟阿姨想过来就过来呗，这不是问题。再者说了，爸爸两边住。行，那我们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Yes。但是这事儿，咱可千万不能让老妈知道。那当然，不然这完美计划可就泡汤了。爸爸懂。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鬼子不挂弦儿。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吃到我妈所有不让我吃的那些美食了？爸爸做，想吃什么啊？
那我要吃麻辣烫、火锅，然后小龙虾，然后都有，爸爸给你做。啊，老爸，我太爱你了。快吃吧，一会儿凉了。进攻啊！小球，好球！英子，哎，英子，过来，快点，你们先打你们的啊！哎，我说你怎么能来跟男生打篮球啊？而且我告诉你，你别听他们瞎说，说什么打篮球能长高，全是假的。而且我就觉得你现在身材已经不错了，要不然多好。你还说我？上回你那乐高那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呢。是，哎，您先歇会儿，我这不就是来给你赔礼道歉的吗？这就是我给你的补偿。就这一瓶苏打水，你就想把我给打发了？想得美！我都想跟你绝交了。哎，不，别绝交啊！哎，我都想好了，给我打开。2个礼拜的苏打水，保证你天天笑呵呵的。1个月。别3礼拜的。2个月。不，就1个月啊！1个月的这个娃哈哈苏打水啊，行。爷爷奶奶、爸爸、乔爸爸，上次那我真不是故意的，我没想到我妈反侦能力那么强。我说你是不是猪队友啊？托你办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好，你都不知道，我一回家，我妈面前摆了那么一摊乐高，吓得我差点一屁股坐地上。哇，这么刺激啊！那是相当刺激，我一共就玩了50分钟，我妈就给我没收了，中间还拍了张照片给我爸看，就是作秀。你妈这么厉害，哎，不过这种事儿落到我妈身上，她一句话不说，直接就一顿胖揍，她才不跟你那么多废话。我倒觉得你跟你妈这样挺好的，直来直去，不像我跟我妈，表面上你说俩人看着挺好的吧，实际上就是塑料姐妹花，一碰即碎，一点就着。接着，你看这么多人不好吧？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想考得远远的，过一过人格独立的日子，拥抱自由。我也想自由。你还不自由？不是英子，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自由了？我现在就被五指山压着呢。当时我为了搬进你们院里，想尽各种办法，结果全被我妈一一击破，一点时间都没有。所以啊，现在在学校自习的时间才是属于我的自由时间。浩浩，你还真想搬过来啊？啊，我还以为你说着玩的呢。行吧，晚自习去吧，享受你这唯一的自由时光。是啊，为我们想象的自由干杯！为这虚无缥缈的自由。是。老王，啊，记住了啊，别跟他们打，打长不高，反正到时候你也找不着男朋友，没人要。再说。你来干嘛呀？你不说我叫了。黄。没看大头的学习。不是跟你说，好东西，哎，好东西，你别碰我！哎，好，来，快，有好东西，别碰我！少，每日坚果，当。哎，你快点给我。你吃点，然后帮我看下这道题，15题，完打开。有吃的不给我？你干嘛呀？你这刚上完厕所都没洗手，你往我身上弄。这不是水是什么呀，大哥？哎给我吃点。哎，那个，来，对，就这。你老来骚扰我们冲刺班干嘛呀？我找桃子帮我解道题。你怎么不找你表弟解？我表弟和桃子能一样吗？表弟。桃子呀。哎，桃子。桃子。哎，你手机响了。我妈没事。你妈你不接？我妈找我无非就那点事儿，她就是来接我和磊儿的。
就让他急，这样呢他就知道学校离家远。合着你这是故意赖着不走的呀？那你这为了搬家真是费尽心机啊！你这招够损的。别嚷嚷，别嚷嚷，这是我的周密计划。我今儿故意让我妈来接我，所以我要做最后一个走的人。这样呢，我妈就会看到我的努力，觉得我累，心疼我。你怎么又来了？小点声。那个，我觉得方一凡，什么情况啊？晚自习到底结束没有啊？这都结束应该20分钟了吧？妈妈在门口等半天了，给你发微信你也不回，磊儿也是的，快赶紧出来，妈妈在门口等着呢。哎，我问一下同学，你们那个晚自习下课了吗？我们已经下课了。哦。我想进去看一下孩子，到现在没出来。这个学校有规定，晚上是不让家长。我知道，我进去一下，马上就出来。行吧，好，谢谢啊，谢谢啊。李老师，没事就好，我主要怕孩子出事儿。这晚自习到底几点下课呀？也没有具体规定时间，早点晚点都行，主要就是怕有的孩子家住得远，太晚回家不是不安全吗？啊，这凡凡现在表现是不是有所改善啊？好一点没有？你还别说啊，最近表现还真不错。是吗？对。哎，可能是在林磊儿那个班呢，过来看看。哎，妈。也不看微信，磊儿啊，小姨。还在写作业呢。啊，难怪我给你们发微信都不回我啊。啊，光看书了，没注意。哦。唐阿姨好。林子，你也在写作业呢。啊，一会儿再回去。好。范范表现不错啊，知道学了。哎呀，不学能行吗？已经倒数第一了，没有下降的余地了。这叫什么呀？知耻而后勇。啊，那你快点，磊儿，你差不多你们班都去收拾了啊。嗯。一凡妈妈，我跟你反映个情况，这方一凡呀，陈琦老师最近跟我说他挺认学的，是吗？对，所以作为家长，咱们就得多鼓励、多配合孩子。好，好，好，哎，我们配合。他这个晚自习以后是不是都这么晚啊？嗯，你们家住哪儿啊？我们住的挺远的，我们住北边。哦，哎呦，那是挺辛苦的啊。嗯，你说你这是2个高考孩子的家长，行了，我走了。这来回折腾够累的了啊。拜拜。哎，我们这学校有很多孩子呢，他们都搬到学校附近来住来了，还有很多家长呢，就是为了高考就在学校边上租的房子。啊，你看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也搬过来了？这孩子也方便了，你们也方便了，对不对？大家都节省时间嘛，是不是？好了，是吧？这题还没算完呢。桃子，走了。啊，搬家？啊，他这话有道理。他说很多高中的家长都把家搬到学校附近的学区房，尤其是高3的，那么离家近，上学呀、下课都很方便，真的不耽误事儿。你说是不是啊？你这不能因为李老师这么说了几句，然后加上孩子这2天上学接送你有点辛苦，你就想出搬家这个事儿吧？这是不是稍微有点草率啊？草率什么呀？我考虑一整天了。你考虑一整天是考虑一整天啊，你也考虑到说磊儿最近身体不太好，但是你也不能用搬家这种方法，这是太突兀了吧？我不是光为了磊儿，啊，对，我是为了磊儿，但我也是为了方一凡，我节省的是俩孩子的时间，一个孩子节省1个半小时，俩孩子节省3个小时，是不是这个道理？你等一会儿，你一个孩子节约多长时间？1个半小时啊。俩孩子节约多长时间？3小时啊。你这个数学是语文老师教的呀？啊，不是，你一个孩子来回是1个半小时，俩孩子来回也是1个半小时，你3孩子也是1个半小时，你怎么你要有10个孩子，你能节约出15个小时来啊？哎，我就是这么算的，我加在一块儿算的。哦，你是这个算法啊？行，你这算法行，也有道理啊。好，就算你这算法合理啊，你这孩子这一天能节约3个小时，是吧？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咱现在要搬到那边学校那边就算是叫学区房，学区房一个月房租怎么也得1万5、2万，咱们这一家4口得租个小3居吧，起码对不对？好，先不说这钱的事儿，就算咱决定要搬过去了，你说怎么搬？咱们家这边家具怎么弄，是吧？这个电器啊，还有这些日用品，还有床啊，这灯，你这都运过去吗？运过去，你这边房子怎么办？租不租？是不是？你不带家具能租出去吗？你带家具租，那你到那边怎么弄？重新买套家具，买电器，又是一笔开销，而且买东西肯定是凑合的，是不是？生活质量肯定就得下降了，是不是？我不高兴了啊！我就这么说了一嘴，你看你嘚嘚嘚嘚跟机关枪似的。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我没有说一定要搬吧？你要是不高兴搬，可以不搬啊，就当我瞎操心。这个应该这么说啊，高考嘛，是吧？咱一切为了孩子，孩子能多休息休息啊。高3了，以高考为重，该搬还是应该搬的，有道理。汤圆，你能不能有点立场？我一吓唬你就变，一会儿同意搬，一会儿不同意搬呢？啊，你墙头草啊？那我怎么办？那我肯定就是墙头草啊！我就是你的墙头草，你是墙头，我是草，我要墙头，你要草，这不就是这个道理吗？你说什么呢？不是，那你说，那刚才我说不搬，你呲我，你一吓唬我，肯定想说那就搬，我就顺着你说，我顺着你说，你又批评我没立场，那我好，我先正式宣布，我的立场就是你的立场，你决定搬就搬，你决定不搬就不搬，我一切都听你的，行了吧？行，那我定了，搬。啊。媳妇儿，你有没有觉得磊磊现在有点不正常啊？早上起来吧，萎靡不振，精神涣散，这现在怎么了？这白天也不太好啊。哎，磊哥。哎，磊爷。啊，凡。啊，你干嘛呢？哦，我下棋呢。下棋？跟谁啊？我自己啊。那棋呢？这儿呢。这儿啊？哎，你别动，你别动，我这黑子快赢了，你别给我弄乱了。啊。这看来是确实是有点问题啊，这出现幻觉了。磊磊，磊磊，磊儿啊，小姨问你，你除了棋盘，你还能看见什么吗？啊，你还看见什么了？除了刚才看棋盘以外，我没看见什么呀。先生你好，可以点菜了吗？啊，可以。啊，那个我来。来个这个卷儿，这个寿司卷儿，芝士虾和扇贝，我再来一个这个松茸汤，再来一个那个寿喜锅啊就行了。哎，谢谢。凡凡，你点的多。下完了。哦，谁赢了？黑的赢了。黑的白的，你是哪个？俩都是我的。啊。那我说了，你说，今天呢，虽然不是周末，妈妈还是安排咱们出来吃日本料理啊。你们知道为什么吗？那妈妈有个重要的事情想跟你们两个人商量一下。你看最近这段时间啊，磊磊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睡眠不好啊，早上竟然醒不来啊，上课又迟到啊，坐公交车还忘了下车，所以呢就想着说我们全家人呢一起吃点苦，从一个大房子呢搬到一个小房子，搬到现在这个书香雅院去，啊。真的啊，这样呢，每天这个上学往返呢，能节约个40分钟到1个小时，可以多睡一会儿，睡眠质量提高了啊，这个脑子也就更好，学习也就上去了。听听你们的意见。爸爸，太明智了。你看啊，这样磊儿离清华北大又近了一步，我这学习肯定自然就上去了。妈，我能上个厕所吗？上厕所还问妈妈，他这老问你，因为你管太多了。那你管啊。他又开
家呀，这确实得搬。啊，没事儿，下吧。啊，接着下没关系。下。哎，哥，睡觉吧？我还学习呢。啊，熬夜啊？看什么呢？中医啊？我看看有没有一些好的一些方子帮磊儿调理调理。哎呦，没事儿担心，没事儿，还是没睡好，睡两觉就好了。你这能不担心吗？老这么睡。哦，我忘了说了啊，原来我要出差啊。什么意思啊？什么时候走啊？明天就走啊？哎，你们公司也挺奇怪的，那么多单身小伙儿不安排出差，安排你这个有家有口的老出差，什么意思呀？这个出差性质不一样，知道吗？这是公司谈并购，让主管级人去。比如我跟你说啊，这次并购要是谈成了，你老公我升职加薪，那就8九不离7，指日可待了。真的啊？哎，你知道公司同事都给我起一外号叫什么吗？叫方哆嗦。为什么叫方哆嗦？说我方圆到方总监就差那么一哆嗦。哎，这话倒没错啊，是差一哆嗦。你赶紧把这一哆嗦给我哆嗦上去。我这不正练着吗？哆嗦是吧？磊儿，哥得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们我们搬家做的贡献啊！哎，你的贡献啊，大大的。我做什么贡献了？犯困啊。犯困也成贡献了。是啊，你的犯困是压倒我妈内心最后防线的一根稻草，你的打瞌睡，你的睡觉，换来了我们以后书香雅苑的幸福生活。不是表哥，我不是故意犯困的，我也不想犯困。磊儿，你知道哥为什么那么想搬家吗？不就是为了学校离家近一点，能节省一下路上的时间吗？对，你说的都对。哎呀，我的小榆木脑袋真好。我怎么又成榆木脑袋了？哎，没有，跟你开玩笑了啊！来吃一个，来啊！哎啊，行了，好好学吧，我走了啊。哎，你好，我是刚搬过来的，给您一包糖。哦，谢谢。孩子高考呢，图个吉利。哦，还有这个说法哈。您也是住这儿吧？我不住这儿，我也是想过来看看房子，有这个打算。啊，这小区啊挺好的，离学校特别的近。那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有空多交流。姐，哎呦，宋老师啊，梅梅嘛。哎，您好，来，给您包糖。哦，这是，哎，又搬回来了。哎呀，这不是孩子去年没有考好吗？今年想再复读1年。哦，哎，复读一下也好。明年考个好学校，大家都比较踏实。是，谢谢啊。那你们俩聊啊，再见啊。我问你，那季区长季胜利是不是租你的房了？你怎么知道的？消息灵通人士啊，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他跟方圆是发小。真的？你怎么以前没跟我说过？刚接上头。哎呦，世界真是太小了，快搬过来呀！你刚才电话里什么意思啊？是打算搬过来吗？我就是为这个事情找你的，我正有初步的想法，所以我还是要跟你再咨询一下。还初步的想法呢？节约多少时间呀？在这儿租房啊，本质上讲那就不是租房，这叫抢占教育资源。第二，1个半小时，你知道能做什么事儿啊？都能做一套卷子，写一大作文了。这要换我们家英子，50个英语单词都背完了啊！1个半小时，英子能背50个英语单词啊？差不多吧？不可能吧？凡凡连5个都背不了。你老这么说凡凡，哪至于啊？哎，不说这个，你现在还有房吗？房倒是还有一套，哎，就是怕你看不上啊。为啥呀？户型不好啊？朝向不好啊？也不是，咱俩这关系我就不瞒你啊，就是上一个租户那孩子吧，考得不太好，高3的家长们都比较敏感，就会觉得忌讳，说风水不太好啊。还有这个说法？那我能说什么呀？那
洋洋妈妈，哎呀，太巧了！昨天晚上我们刚见过，就在你给我介绍那汗蒸馆，我们刚刚见过。真的啊，这么巧。哎，我今天有一个会，我得早到啊，咱们回头聊啊。好好好，好，回头聊啊。你忙。你们这发小的家属相互也这么客气啊？人家领导的爱人，矜持点也正常。哎，不说这个，你带我去看房子去。行，你要真租，我肯定给你留着，还给你打折。啊，打什么呀？你不让我白住啊？你下回还好意思见我呀？我好意思啊。脸皮真厚。必须来点正经的，好好看啊。哎呀，这房子吧，我是收拾出来了。哎呀，但是这之前的租户也不太爱惜。哎，看看挺好的，你收拾挺干净的。就有一些基本的家具，因为每个租户吧要求不一样，每次添点儿减点儿的都说不定。这就是主卧，对，主卧不用放太多家具过来，就住个小1年的。你说回头这些家具放哪儿啊？哎，真好，这个位置是真好。对，这个房子最好的就是位置。2楼，你看，你上海楼也不用等电梯，溜达就下去了。从家门口出去到学校门口，整整4分半。你连这个你当初买房你都算计过啊？那这房买了给什么人准备的呀？那不就是给高3的？高3就是分秒必争啊！不是你那时候哪来这么多钱？你一下买5套？那时候便宜，又没有限购，交个首付就行了。而且其实是4套，不是离婚的时候让乔伟都能走1套。你说我也是的，我这方面脑子是一点都没有。方圆也是的，脑子都不放在这上面，这白活了，以后还得跟你混。哎呀，这可是学区房啊！是啊，一共还有一上下铺啊。对对对，哎呀，这个床啊，上一个租户留下的，本来我还想弄走呢。哎，你家不也俩孩子吗？要不要留下？哎呀，我这是本来说搬过来，估计地方小，可能真得买上下铺。但是我又琢磨，你说这俩孩子这么住着，会不会互相影响啊？那肯定得有影响啊！啊？你外甥学习这么好，不正好带凡凡呀？我是怕凡凡影响磊儿。哦，那还真有可能，那就看谁能量大了。你还有没有别的啦？手上啊？以前有啊，小3居还有1套呢。这么晚才跟我说，你再不说这房都没了。哎，刚咱遇见那位，哪个呀？发糖那个？刘静啊，他不是租我房了吗？就在楼下。他就住这楼下？对对对，那是他们家院子。啊，就下边啊？同一户型？同一户型啊，不都为孩子能近点吗？你早说，我早租了，有什么事儿我也好跟他们家商量商量啊。你可真逗，人家副区长，你跟人有什么好商量的？你不知道，凡凡跟他们家季洋洋分到一个班了，都在一个基础班啊！真的？是啊，你看，又是副区长，方圆的发小，又是楼下的邻居，是吧？孩子又在一起，那我有什么事儿，我是不是得主动点跟人家啊？对，人家肯定消息灵通。学校里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也早点知道，对吧？是。这个啊，什么？哎呀，你的钱我还能要，你就住吧。哟，说的有多不好意思似的。那我能不给你钱吗？你说我多少钱吧？那是不能啊。不是，是我现在不给你钱，回头每个月我都得买礼物给你，你高不高兴还不知道呢。回头一起都给我拽出去了，就是要你不好意思。说多少钱？真要给钱啊？啊。反正，哎呀，2居室吧，在这小区都是1万5起。哎呀，怎么跟你要钱啊？那这样吧，1万2，行了吧？啊，行，够仗义了。对，挺便宜。哎呦，心疼，还心疼啊！1万2呢，再给我也心疼，知不知道？不能让你心疼啊！行，好，这是开放式厨房，对，开放的。哎，真的，跟方圆商量一下啊。商量什么呀？钱呢？你还能再给我便宜点？去，当然是房子情况了。啊，你说风水啊？我不信这个。你是不信，那方圆万一忌讳呢？他忌讳管用什么呀？我家我说了算，我都不忌讳，他忌讳个屁啊！哎呀，你说到底有没有风水这回事儿？真要有风水这回事儿，也是我风水不好。你说我怎么遇见乔伟东那么一渣男呀？想想我都恨得很。乔伟东跟那女的早分了吧？我才不关心他呢。哎，不过我听英子说，他好像一直都有女朋友。那是，没有就不是他了，就这德行，甭搭理他。
哎，不过方圆还行啊。方圆啊，方圆限量吧，没办法，我命好。哎，你说我这些年怎么把青春给了他了？这些年我一人带着英子，真是什么苦没吃。哎，行了，你这叫苦尽甘来，我都羡慕死你了。英子多好啊，成绩这么好啊，又孝顺你，又漂亮，又知道疼你，又听你的话，偷着乐吧你。行了，别安慰我了，自己也生一闺女去啊。英子，妈，干嘛呢？我做听力呢。哎呀，别喜欢学什么就拼命学，啊！妈妈又给你找了2份去年的理综模拟考试的卷子，今天不用都做了啊，留一份明天做。妈，嗯，我明天真的想去天文馆。这事儿咱不是讨论过了吗？决定的事儿就别讨论了，好吗？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行吗？英子，那你跟妈说，这天文馆的解说员这个工作对你那么重要吗？以前的不重要了，如果您实在不愿意，以后的也可以不重要。但是明天对我来说真的特别特别重要。你也知道我有多喜欢航天，双语讲解，这还能练口语。你口语挺好的了，不用这么练了。英子，你看高3了，就靠着妈妈每天给你这么耳提面命的没用的，还是得你自己心里有那么一根弦儿，得自觉，知道吗？我不是要反对你喜欢航天，你有爱好没问题啊。你喜欢这方面的展览也没问题啊，其实网上有好多这方面的资料呢。要不这样吧，妈妈去买个硬盘，把它们都下来，等你高考以后，慢慢的来看，这多好啊！英子，听话啊，妈是和你最亲的人了，还能害你呀？快点吧，把卷子做了，还能多睡会儿。明天我还琢磨着。你起床以后带你去趟商场，哎呀，我一直想给你换把椅子，你现在怎么那么驼背呀？倒是换把舒服点的，要不然这个脊椎都是劳损了，你老了就该后悔了。现在得保养，知道吗？知道没有？那赶快做卷子吧。哎呦，没水了，再给你倒一杯去啊！快点做，尽量不熬夜啊。英子，吃饭啦！哎，文杰。哎，宋倩，哎，那套房子就这么定了啊！我一会儿过来找你签合同，我把钱也给你带过来。那么快啊？哎，那关于风水的事儿，你有没有跟方圆商量一下？啊，商量过了，他同意了，双手同意。那要不然你下午过来吧，我上午想带孩子去趟商场。好，那我下午过来，拜拜。定好了。行吧，跟着家准备告别吧。哎，折腾啊！爸，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啊？不紧张。我总觉得不太靠谱，你这属于先斩后奏啊！对付你妈不先斩后奏怎么办呀？你甭管了啊，你一会儿就踏踏实实的去，有什么事老爸给你扛着。你怎么扛啊？英子，英子，吃饭了啊！
英子，快点吃饭了啊！坏了，肯定去天文馆了。爸，我妈给我来电话了。别接。那我给挂了。对，哎别，也别挂，你就当没听到啊。我也没听到，你就踏踏实实的，甭管。有什么事有老爸呢，啥事没有啊？闺女，放心，啥事没有。啥事没有。完了，爸！我妈说她要来天文馆堵我。哎呦，怎么办？我就知道你这招不靠谱，到时候她一来，全都给我搅黄了，我可怎么活呀？哎呀，早知道我就不去了，就不会有这档子事儿了。别急啊，闺女，别急。既然老爸让你去，老爸肯定是有招。有什么招啊？我跟你妈斗争这么多年了，我还不知道她那一套吗？你放心，1个小时，你在里头踏踏实实的讲啊，我保你风平浪静。但你抓点紧，超过1个小时，你可能就见不着你老爸了。师傅，你看前面有没有路可以绕一下，能不能快点啊？这前面后面都是车，堵着呢，没法快呀。算了，要不然我走过去吧。哎，你走过去可远着呢，你看着不远。这不周末，我怎么也这么堵啊？我跟你说呀，这动物园周边呀就没有不堵的时候，不堵车才新鲜呢。不行，要不然我还是走过去吧。哎，你可不能在这儿下车，这违反交通规则呀。等过了红绿灯，我靠边给你停稳了，您再下。哦，好。准备的差不多了吧？您放心吧，一切就绪。讲解员志愿者也都向你准备好了。这次公众日报名的大部分都是国际学校的学生，不光对这个讲解员的声誉有要求，咱们这边也得做好引导，管理方面可不能出纰漏啊。您放心吧。怎么样，紧张吗？还行吧，有点。没事儿，拿出你最好的状态，你肯定没问题的。你要是准备好了，咱们就上去了。好。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天文馆，我是你们的讲解员乔英子。今天的公众日呢，我将带您了解中国的嫦娥和玉兔是如何一步一步征服月球的。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Beijing Planetarium. I am your commentator Joey, and today I'll show you the spectrum of Chinese aerospace and the heroes along the way. Thank you.哟！哎呀，过来我！放开我！哎，你上哪儿去？你干嘛呀你？我就知道是你捣的鬼，英子，就算有那么大的能耐，也想不出这主意来，是不是你？啊、英子，在哪儿呢？英子，你少这儿跟我装啊！你少这儿跟我装。他现在高3了，你知不知道高3了？参加这种活动还有什么意义啊？这不浪费时间吗？怎么没有意义啊？学知识啊，练口语，还锻炼那个口才、演讲能力，总比你在家做题有意义吧？我不想跟你说话。哎，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你上这儿陶冶什么情操呢？你跟我走，你跟我走，咱们俩上对面老莫西餐，咱俩去吃，我请。吃完饭，旁边的动物园。咱俩去看看咱人类的祖先猴，好不好？你请客是吧？我请。老莫哈。老莫。西餐哈。西餐我请。行嘞，走。走。走。走啊！干嘛呀你？是不是想掉头？虚晃我一枪，是不是？我干什么呀？我跟你说，人英子现在已经讲上了。讲上了。别以你们先斩后奏的啊就能得逞！我告诉你，他就算上台，我也把他薅下来。你干嘛呀？你往哪去？放开我！哎，保安，少流氓！哎，干嘛了？干嘛了？放开我！不是，这我媳妇儿。谁是你媳妇儿？我更不认识她，真的。我媳妇儿真是。你媳妇儿也不能这样啊！就是。我看你长这样，也不像什么好人，给我站住啊！我先报警。好。哎，你干什么你？哎，他把我票抢走了！哎，给票给他。票没了吗？进去吧。大哥，你刚刚看见了啊？地上他撕的那是我的票，我先进去了啊。他没买票。行，进。哎，我你票呢？这不票吗？那是你的票，先去买票去。Since the inception of our ancestors, we have yearned for the sky and held faith in the romance of Chang'e's fairy. And today, our aerospace heroes have so vividly portrayed the fairy to existence. This is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he wheel of dream. We should all be grateful for the era of dream and those many moments we dreamed could come true.中国嫦娥探月工程发展的初期，孙老师，哎，你怎么在？我在这儿工作。您是？我是乔英子的爸爸。这是我女儿。是吗？快，先坐下看，坐下，快先坐。首次实现了我国航天器在地外天体的软着陆，同时，玉兔号月球车也通过自主研发的巡视探测 GNC 系统，在月球表面走出了属于中国人的第一步。有一位航天人曾经说过：“我们曾错过海洋，但我们不能再错过宇宙。”中国的航天事业正在蓬勃发展，全面开花。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终将飞得更远。At the early stage of manned spaceship development, our country has faced many challenges. Just like sometimes when we are lost, persistence would always get us through. With endless efforts of our pioneers, until today, our country has successfully sent 11 astronauts into space, including 2 female astronauts.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Chinese history, these heroes moonwalked, stepped outside the chamber, docked Tiangong 1 Space Laboratory, lived in the space, and the other first attempts. Together, we not only represent the space exploration dream of Chinese people, but also carry the best wishes and the ultimate dream of mankind exploring space. 还没实现小小梦想，就已被现实打发，还来不及遇上被爱的一半，不然呢？再伤的伤，无非也就是这样，抵不过我天生善良。讲得太棒了。洋洋，爸，嘿，哎呀，真是你，开的不错啊，第1名。你怎么来了？视察工作，还是跟踪我？哎，没有，洋洋，真没有，爸爸也是来玩的。哎，你看，爸爸买了这么多的币，你要不够啊，可以用爸爸的。不用，我每次都得第1，用不着投币。哎呀，开的真好啊！还行吧。哎，爸爸年轻的时候也玩街机的，不过那时候的游戏机啊比较原始，没现在的高的。嗯。哎，要不你带爸爸玩一局怎么样？别了，您跟我呀不是一个级别的。也行，要不你给爸爸推荐一款游戏？您真要玩啊？当然了，你看。抓娃娃？嗯，你糊弄我呢？这个商场里就有，你给我来点有难度的。难度？这玩意儿，您今天要是能抓来1个，我算你厉害。那么难呢？试试。我就不信了啊！好。看！哎，你看差一点吧。爪子有问题，我不信了。哎，你玩去吧，我一个人抓。哎，洋洋，一会儿一起吃饭啊。我还真不信啊！来啊，我记得你喜欢吃西餐，今天多吃点，别客气，我请客啊。随便，其实我不饿。呀，饭还是要吃的。今天咱爷俩单独吃顿饭。你好，这是菜单。你2位现在点单吗？嗯。
快乐点。要不您二位先商量一下，商量好再叫我。好。哎呀，这些个东西我也不经常吃，也不知道好吃不好吃。哎，洋洋，你说了算。你没吃过？没吃过你来这儿干嘛？爸爸都是吃食堂，况且这几年爸爸都在县级市、地级市工作，这种地方还真没来过。那行吧，我来点。你好。哎。要一个这个披萨，然后再要一个鸡翅，还有2个果汁。你还要加点什么吗？都挺好，都挺好，就这个啊。看都没看就什么好？好的。您二位点了一份双重芝士披萨，9寸的，1份新鲜炸鸡翅，2杯果汁。等等，果汁来一杯，来一杯热茶。我血糖有点高，不能吃甜的。好的，那我下单了。哎，谢谢啊。不客气。咱们俩好久没有单独在一起吃饭了啊。是啊，好久了。哎呀，这个地方变化真快。哎，原来那儿有一家麦当劳的，小时候我经常带你去吃，你还记得吗？对啊，都搬走好长时间了。哎，你刚才开那个赛车呀，开得真好，还是脑子好，是有天赋，我就不行。我那跟舅舅学的，熟能生巧。我觉得你也别硬学那东西。我就是坐办公室坐惯了，出来运动运动，活动活动筋骨。哦。我本来啊是要学卡丁车的，但是不行，你舅舅让我来先练练这个。卡丁车？啊，哎，我跟你说，我还带你妈去跑过一回呢。我妈？她开得太快了。嘿，你舅舅说她跟你一样有天赋。我妈还有这本事呢，可猛了，比我开得好。那您呢？我也不错啊，我开那个车呀，咯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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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你舅舅说我那个叫龟派车手。龟派是不是第一个玩那会儿我过不去啊？对对对，踩点刹车很容易的。是吗？哎，我就不服了。你开车有天赋，按理说你是我儿子，你应该遗传到我的基因啊，我开的应该不错呀。哎呀，所以我就到这个模拟的上面来试试。那就是一游戏机，跟真车比还差得远呢。对对对，我也练赛车啊，我要赶上你和你妈的速度才行呢。哇，您的餐齐了，哎，谢谢。哎，就爱吃这个吧。哎，爸，我来。挺难弄的啊。多吃点，多吃点。哎，够了，够了。你看看还不会断了，多吃点。哎呀，爸你也藕断丝连。我吃这个。闺女，今天讲的太好了，太棒了，老爸都哭了，真的，你老妈也哭了，老爸太高兴了，你看看看，现在老爸这眼睛还湿润着呢。谢谢老爸夸奖，不过，哎，算了，不说了，反正我妈肯定不会再让我去了。我想跟你说这事儿呢，我也不想让你再去了。老爸，你怎么这么快就被我妈给策反了？还过来游说我？我还能被你妈策反了？老爸永远站在你这头，我支持你所有的爱好。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现在高3了，老爸也不想让你在学习上分心。
第一呢，这消耗你太多的体力；第二，你妈也不是说什么都是错的，她也是为你好。你不要什么事儿都跟她对着干。你等你高考结束了，到那个时候，你老妈要再反对什么，我第一个跟她翻脸，好不好？好吧。我本来也已经答应我妈了，那我现在也答应您，反正这次我得逞的心满意足，没有问题。哎，文杰，对不起啊，白天我突然有点事情，然后就出门了。你没白跑一趟吧？啊，那还好还好。哎，其实咱们俩这合同什么时候签不行啊？对不对？对啊，你想搬就先搬了呗。我还想着明天去给你再打扫一下呢。不客气。啊，好，那就这样啊。再见。老爸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老爸在这小区里那房子已经装修好了，再有1个多月你就可以过来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老爸给你做。老爸，你这简直是神速啊！那我妈知道吗？不知道吧？你也太小瞧你老爸了，这事儿我能让他知道吗？那就好。行了，你学习吧，我走了。那我送送你。你不用送，你不用送，你赶紧学习啊！回头啊，让你妈看见咱俩那么好，又该吃醋了。好吧，老爸再见。拜拜。拜拜。呵，榴莲包鸡，这股熟悉的屎味儿。什么屎味儿啊？苍蝇才爱屎呢，让开点。你说你还金牌教师呢，说话就不能文明点？谁先说的呀？谁不文明啊？哎，乔海东，别得寸进尺啊！让你进屋，你还得谢谢我呢。你该谢谢我。今天要不是我来，你跟咱闺女当街就翻了，你信不信？好像你多了解我跟咱闺女的关系似的。哼，那当然。聊完了，还不赶快走啊？你急什么呀？我还没跟你说我跟咱闺女聊的结果呢。什么结果呀？说吧。结果就是咱们闺女答应了，在高考之前再也不去天文馆了。真的？她本来就应该答应啊。就跟她说这个啊。而且我还跟她说，妈妈说的是对的，高3就这么一次，不能自己累了半天还给自己留遗憾，都听进去了。你先坐吧。坐哪儿啊？坐这儿啊。干嘛呀？让你坐就坐。怎么着？这给我的啊？喝完赶紧走啊。喝？哟？嘿，有什么呀？英子，妈，现在学什么呀？假不假事儿的。先来喝汤吧。好嘞，妈。哎，好喝，熟悉的味道。啊，好香呀！好喝啊，爸。太好喝了！你妈煲的这个鸡汤啊，美味。好喝。好喝。但它速度很快，这个它比跑车还快。那当然，这个好，这个好，屁股还会喷火，挺贵的。方式没得卖的。哇，
还以为跪着跑的就快呢，没想到跪着跑得快。你们俩，妈，你们俩今天怎么都回来的这么早啊？妈，我先回去写作业了，今儿作业特多。哎，去吧。哎，我这带回来的饭，你吃口饭再去写啊。我吃过了。你吃过了？你在哪儿吃的？金碗汤。你爷俩什么情况啊？怎么突然之间180度大转弯啊？哎呀，离180度大转弯还有很长的路，不过刚刚确实拐了一个小弯。去车厂了解洋洋的喜好这一招确实很有效果。真的啊？那你们都干什么了？没干什么，我们就是随便吃了一顿饭，吃的披萨。太好了，太好了！我就希望咱们一家3口能亲亲密密的。那看来能看到点希望了。当然了，也不能让你一个人使劲儿啊！我这个当爸爸的也应该做出改变。毕竟儿子的心结在我这儿。哎呀，能够吃顿饭就挺好的了。不着急，慢慢来啊。咱俩一块儿努力。哎，对了，我起了一个网名。网名？你起网名干嘛？这个暂时还不能告诉你。以后啊，你就叫我维克特。你还起了个洋名啊 ，Victor。行 ，Victor， 去拿碗拿筷子啊，陪我再吃点。Yes。高3刚开学没几天，我们终于争分夺秒地搬家了，搬到了书香雅苑，正式加入了这个紧张而焦虑的陪读大军。关门啊，有门的啊。好。非得自己受着累，找几个小时工，把你这擦擦弄弄多好啊！就是什么呀？就这么点东西让你们收拾，就给你们累的。是不是？我就说了，就住9个月啊！回头一考完了再搬回去，大件都放在那边，这等于是在学校附近租一个酒店。你慢点。啊，酒店是这条件吗？怎么不是这个条件啊？咱1个月房租是不是就等于是租个酒店了？有那么夸张吗？怎么没有那么夸张啊？快捷酒店的价钱吧。媳妇儿，快捷酒店也算酒店啊？快捷酒店怎么不算酒店了？黄瓜不是瓜，进去不是局啊？不是，是黄瓜是瓜，进去是局，看鸡蛋也是鸡蛋。哎呦，你别那么擦了，你这找一什么保洁公司帮你打扫打扫。你找一个人，一生人，家里面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不是都得我来告诉他怎么弄，最后累的还是我。不是，我找一个专业的、靠谱的，在网上行不行？你找不到。我找着了呢。找。这58同城上有，我给你找一个。哎呦，你们俩别坐这儿了，哎，去把东西挪自己屋去。哎妈，这哪还有自己房间啊？哎，方一凡是你要搬过来的，不是我要搬过来的。你要不想搬，咱搬回去。搬过来为了让你们多睡一会儿。是，行，我搬着啊，搬，坐会来搬。次卧这。小爷，这段时间是因为我有点迷糊。哎呀，没事，跟你没关系。磊儿，这跟你没关系啊，没事。快去，把东西收。这个，来，坐。哎，你看我这个，哎，你瞅一眼，组织，我找着了，你瞅一眼这个，哎，深度保洁58同城上的，保证给你擦的锃光瓦亮。现价是700多，原价是1035啊，我就定这个行不行啊？你定，你高兴就好。2到4人，好吧，我就定这个啊，我这下单啊，半小时之后。哦，老方啊，来，帮着拿一下。哎，慢着，别移动啊！这些都是专业工具啊，我
我亲自来。来了，谁呀？这么快就登门了？妈，文姐，我把人给请来了。来来来，快进。哎，好，快请进。爸。哎，我爸我妈怎么来了？你妈说这个书法班的同学啊会看磁场，给咱看看。那是你儿子啊？啊，对对对，那是我儿子，那是我儿媳妇儿。哎呦，一表人才啊！那也是你妈封建迷信，跟我文姐，哎，来了，过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儿媳妇儿，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张阿姨。张阿姨好，谢谢啊。爸，奶奶这是搞什么呢？我跟你说，这都是封建迷信。等他走了以后，我得好好的说说你爷爷奶奶。英子来，你这干啥呢？看看妈妈给你准备什么？啥玩意儿啊？噔噔噔噔噔。怎么样？有感觉吧？什么感觉啊？哎，我布置的有氛围吗？英子，上周六妈妈在天文馆听了你的演讲，妈妈特别自豪，而且也有很多的感慨。哎呀，这份志愿者的工作其实挺不错的，不仅丰富了知识，锻炼了口语，而且还可以培养你的自信心和表达能力。妈妈真应该支持你的。可是这天文馆真的是太远了，这一去一回的，这大半天都不够，对吧？时间上，我不是已经答应你说不去了吗？哦，不是，妈妈是说想支持你。妈妈想了好几天了，咱虽然不去天文馆了，一样可以做解说员呀。你看我布置这环境，啊，哎对，哎，喂，哎，有感觉吧？哎，这太傻了吧！这怎么傻了？我给你做观众，不行啊？来，我坐好去啊。好，来开始吧。怎么了？开始吧。你是觉得氛围还不够？哎，这样吧，我把我学生叫过来。哎，这主意好，你锻炼了口语，他们锻炼了听力。妈！啊！我的妈呀！你这是干什么呀？怎么了？干啥呀？妈呀！Mommy, please stop torturing me. Thank you. Leave me alone. Goodbye. Bye. Bye. 什么意思啊？啊？哎，英子，英子，英子，妈锁上了。多好的创意呀！谁是业主啊？哦，业主叫宋倩，是你吗？不是，我们是这儿的租户。那我得跟他聊聊。聊什么呀？哦，我有他微信。爷，闺女啊，微信不中，我也当面聊。啊？那不就是英子她妈妈？啊，不就住在这儿吗？快把她叫来。
洪阿姨电话。喂，啊，怎么了？我呀，在呀，在家。哦，是吧？啊，看，当然让看了。好，行，马上过来啊。妈，你要去童阿姨家呀？没有，阿姨不是租了咱楼下202吗？我去看看。她真租啊？啊，那这以后方一凡、磊儿不就是咱邻居了？那我跟您一块儿去找他们玩呗。方一凡不一定在的，而且你同学阿姨肯定找我的是房子的事儿。洪阿姨肯定是担心磊儿换了个环境睡不好觉呗。她跟您一样，认床失眠。那么小就失眠呀？哟，这可不好，将来啊会影响记忆力的，学习都会给耽误。她这失眠都能得全年级第1，这要不失眠，还不得雄霸全区了？早知道就不给她药了。你给他什么了？安眠药啊。安眠药？我的安眠药啊？对啊。你这孩子，安眠药能随便给人的？再说，大人的药能给孩子吃吗？方一凡管我要的，他也是想让磊儿睡个好觉。我们都18了，什么小孩不小孩？18也不能完全算大人呐。哎，等一下，你干嘛去啊？我跟您一块儿去。这不裹乱去吗？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你赶快。你好好的，不着急，不着急，这傻。妈，哎，妈，宋倩过来了。哎呦，来了，英子妈，阿姨，叔叔，好久不见了。你来的太好了，张阿姨想跟你聊聊。哦，好，大妹子，房主来了。我长得有问题是吧？不是，我这不好意思，我说我姓马，可是他妈特姓这个。有人吗？你好，请问是您这边在58同城叫的开荒保洁服务是吗？啊，对，哎，这来得真快哈！哎，啊，你们这是专业设备。那什么，你们先稍等一下，这家里现在有点事儿，好吧？要你们先找地儿坐会儿，好吧？哎，谢谢啊。非但不安神补脑，还失眠躁动。对了，磊磊本来就失眠，那安眠药到时候还是少吃点啊。我那安眠药也太厉害了。谁失眠啊？你们家磊磊不是失眠吗？凡凡跟英子说的，英子跑这儿来拿安眠药，我今儿还说他呢。我说安眠药能随便给人的呀？他可能就是学太晚了，没睡好。他昨晚几点睡的？我也不知道，差不多1点多吧。我当时也迷迷瞪瞪的。没有啊，我那天晚上上完晚自习，11点多就睡了。而且吧，我觉得我那安眠药也是比较厉害的。方一凡，哎，妈，怎么了？这是？哎，来了！哎，妈，方一凡，哎，怎么了？怎么了？你给磊儿下什么药？表哥，你给我下药了。安眠药吗？哎，磊儿，你不是说你睡不着吗？没有啊，我不是睡不着啊，我一般喝咖啡才睡不着，而且我一直是睡不醒，不是睡不着。不是，那方一凡，你不是说磊儿失眠，你才管我要的安眠药吗？方一凡，说怎么回事？哎呦，你们不是妈，我不是想给他吃，我想给自己吃的。我不想去上学，我赖床，我装。妈，你不信，你还把我拆穿了，所以我就想自己吃一片，结果就不小心让他给吃了。我不是故意要给他吃下药，给。你为什么不想上学？为什么赖床？不是，哎呀，英子，你们是不是又在搞什么呀？妈，这锅我可不背啊！我知道，方一凡，你可真行，你是不是就是为了想搬过来，离黄芷桃近一点，你才给磊儿下的药，让他醒不过来？谁是黄芷桃？黄芷桃谁？我们同学。班花儿。哎呀！你想要？你怎么回事？我不是故意的。方一凡，儿子，方一凡，别追他干什么呀？怎么？别追他，让他跑去！要死！讲了多少遍不要谈恋爱，不要谈恋爱，谈多久了？不知道是。好了，文姐。行了，文姐。他谈多久？你告诉我，不要怕。他追不上人家。追不上还追，要死劲！哎呀，跟他分开一个月。行了，文姐啊，好了，行了。
没事没事没事，你消消气儿吧。虽然方一凡在搬家上用的手段有点恶劣，但我们好好教育了他，他也认识到自己做错了，向我们道了歉，向磊儿道了歉。我们也请走了那位张阿姨。其实哪有什么风水，都是封建迷信，好生活还是要靠自己才能拼出来。最终呢，我们还是搬到了书香雅苑，已经住了快2个月了。事实证明，这是个正确的决定。孩子们上学的路程近了，每天也能多睡一会儿了。虽然离童文杰的公司远了点儿，但我们慢慢习惯了这个小两居，习惯了4个人的家庭氛围。失业的事儿，我还是和文杰交代了。上有老，下有小，2个孩子又正值高3，我们还是要一起面对困难，想办法重新将生活扛起来。但我们决定不告诉孩子，中年人的艰辛自己知道就好。所以我每天的任务除了要照顾好一家人，给他们做好早晚饭，还是要按点出门，假装上班，不能给孩子们发现了。可我这个年纪找工作哪那么容易啊？而且找工作也没有成天找的。这不，快要立冬了，北京的天儿也渐渐冷了起来，没地方去的我就商场啊、超市啊这些个公共场所一待就是1天，这样也好，早睡早起。以前没工夫逛商场，现在也算是天天逛，逛了个够。4个人共用1个的卫生间，全家人的早饭，没着落的工作，越来越近的高考，让我睡，我也睡不着。表哥，啊，磊儿起了。表哥，你怎么这么早就起了？被那鸡吵的呀？是，不过也不完全是，我这几天比鸡起的都早。啊？怎么回事？为什么呀？你失眠了？哎呀，通过这几天代号为007的跟踪行动啊，我算发现一些事儿了。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吗？这几天任务你不一直都跟着呢吗？我真不知道什么事啊。桃子和季阳好上了。啊？那你岂不是出局了？我就没入过局。哎，这下和桃子彻底拜拜喽。媳妇儿，哎，起来了。哎，行，起来了。几点了？你别管几点了，到你了，快起来吧。真是，早知道这样就不该搬家。是，这没想到这不是有一伦敦这情况吗？真不想去啊。你小点声，孩子才睡啊。哇塞，这鸡得有1个礼拜了。啊？谁家呀这么缺德，把鸡养在高考小区里边？啊，一定是自己家的孩子高考没考好，出来报复社会的。哎，前2天是谁说的？说这鸡特别好，这鸡早上一叫，提神醒脑，啊，让人闻鸡起舞，振奋人心。谁说的呀？不是我说的。不行。
哎，不，我先上，我不行。老哥，哎，你快点啊！哎，知道了。是不是这鸡把你们都吵醒了？不过没事儿，我平常在老家也是听着鸡叫起床的，今天突然听着鸡叫，还有点亲切，我以为回老家了。你说本来想着搬过来你们能多睡会儿的，谁知道有这么一出，讨厌！这才几点啊？啊，没事，小姨，我都算过了，这只鸡它出现的概率呢是大于0，小于1，属于完全随机事件，不可预测。好，王一凡。我刚才提裤子呢，我当然还没系呢，我。那鸡在老鸡那，黑的鸡啊！哇塞，这鸡，哇塞！来，早上一杯水，养颜又养生，来喝来。哎，你听听，这鸡都叫好几天了吧，越叫越早，这影响洋洋休息。是啊，这好端端的小区怎么能有人养鸡啊？我记得城里规定是不允许养禽类的。哎，要不你到物业去投诉一下吧，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我这个级别的干部，为这只鸡去物业投诉，不大好吧？怎么不好啊？区长也是为人民嘛，鸡扰民，这违反规定啊，你去投诉一下也是正常的呀。不行，还是算了吧。我怎么觉得这鸡就在咱们院子里啊？哎，外面凉，你多穿点儿，哎，别着凉了啊。啊，是有点凉了，我天气。呼，嘿，这鸡也绝了！哎，老季，哎，这鸡在这儿呢。对，你这起得够早的呀。今天几点去打鸣？不想起都不行。哟呵，要飞呀，这鸡！去！哎呦呵，跑哪去了？哎，这天儿够凉的了，现在真够凉的啊！快立冬了，说话就快立冬了啊！过两天立冬。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行了，不跟你聊了，我去喊杨起床了啊！哎，再见。哎，进去吧，哎外边冷。拜拜。哎，拜拜。这老纪行啊，现在挺平易近人的了啊。哎呦，什么这发小有什么不平易近人呢？再说了，甭管什么人，碰到咱们这样温暖的邻居啊，2月了，那这钢铁侠给融化了呀。你说那个鸡真的不是他们家的？这怎么他们家鸡？肯定哪个小孩当宠物养的，长大了舍不得杀。洋洋起来了，爸走。哎，鸡没吵着你吧？你看那一大早上起来又玩手机，过2天就立冬了。刚才我出去了一下，挺凉的。哎，对，你那秋裤呢？秋裤？我从来不穿秋裤。你从来都不穿秋裤？不是，怎么能不穿秋裤呢？不穿啊，我都穿了很长时间了，今天还要加副护膝呢。哎，你别觉得你年轻身体好就可劲的造，你不穿秋裤，腿冻坏了，等你老了有罪受的啊！不是你这个舅舅也是怎么不让你穿秋裤呢？爸，我真不穿，穿秋裤多土啊！我要风度，不要温度。咻，还要风度？你风度给谁看？自己穿暖和了最重要。等你老了，腿冻坏了，坐轮椅上，你风度给谁看？等着，给你找一条去。妈，我不穿，别找了。哎呀，哎，你看，给你找了一条啊，还挺新的，来换上。换上啊！这哪儿来的呀，爸？这我妈的吧？怎么了？女士的。
这秋裤还分男女款呀。那当然了。哎呀，没关系的，你穿在里边也没人看。你去学校要是上厕所不方便的话，你可以脱下来上，你说是不是？紧巴巴的话换上，不然动动腿，腿坏了不行。快换上，换完了出来吃早餐，早餐很重要的啊。高三了，早餐要讲究点。洋洋，前2天你妈买的私厨水饺，你是喜欢吃虾黄馅的，还是喜欢吃黑椒牛肉的？